公元前2世纪，汉朝大地风起云涌，那时的皇帝正是刚刚继位不久的汉武帝。年轻的他胸怀远大志向，是要让大汉的威名传遍四方。就在一次与匈奴的交战中，意想不到的秘密从俘虏口中传出：在东黄祁连山一带，曾生活着一个强悍的游牧民族，他们的名字叫大月支。匈奴和大月支曾因为争夺另一个国家的领土发生过冲突，几次交战都以大月支的失败而结束。匈奴首领老善单于杀死了大月支的国王，还把国王的头做成酒杯喝酒。大月支经过几次战争后，国力衰退，人口急剧减少，只好往西边迁移，躲避匈奴的追杀，一方面又想把匈奴打败。汉武帝了解这些情况后，认为汉朝可以和大月支联合起来对付匈奴。于是汉武帝在全国广招人才，希望有人能带汉朝出使西域。这时有一个人自告奋勇，愿意出使西域，他就是张骞。汉武帝很欣赏他的勇气，愿他带领100人出使西域。有一个归顺汉朝的胡人，名叫唐一父，因为他了解一些西域国家的语言，熟悉路线，汉武帝任命他为向导，和张骞一起出行。公元前139年，张骞一行人从陇西经甘肃临洮出发，朝西边前进，来到河西走廊。自从大月支从这儿迁走后，这一地区便成为匈奴人的领地。张骞担心遇见匈奴人，满心期望的快点走出河西走廊，没料到还是被匈奴的骑兵发现了。一行人被俘虏到匈奴王庭，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附近，见到了君臣单于。君臣单于当然不会让张骞去大月支，他知道汉朝想联合大月支一起讨伐匈奴，现在抓住了汉朝的使者，君臣单于决定把他们软禁起来。去大月支必须要经过匈奴的领地，不管以后汉朝还要派谁出使西域，都会被匈奴拦住。君臣单于正是算准了这一点，才敢嚣张地囚禁张骞。为了让张骞打消出使西域的念头，一心一意留在匈奴，君臣单于想出很多办法来挽留张骞，甚至找了一个匈奴女子给张骞做妻子，还生了孩子。张骞表面上顺从匈奴，其实心里一直没有忘记汉武帝交给自己的任务，他一定要到达大月支。张骞在匈奴部落里小心翼翼地生活着，吩咐其他使者假意接受匈奴的各种安排，暗地里寻找机会逃跑。到公元前129年，张骞在匈奴社会里足足生活了10年。匈奴人看到张骞等人没有任何反抗的举动，心里渐渐对他们放松了警惕。单于也认为张骞已经断绝了去大月支的念头，愿意安安分分地生活在荒漠中。有一天，张骞等到了匈奴人戒备松懈的机会，他毫不犹豫地带领使者们逃出了匈奴王庭。凭着10年间和匈奴的日夜相处，汉朝使者多多少少都学会了匈奴人的语言，加上他们一直穿着匈奴人的衣服，一路上竟也没被别人发觉。而且张骞预先熟悉了西域的路线，这一次他们没费多少时间就逃出了匈奴的领地。逃出来后，张骞才得知西域诸国之间发生了冲突，大月支被乌孙和匈奴骚扰，迁移到更西边的地方，在原来的大夏国定居下来。现在的大月支距离更加遥远，张骞等人的粮食和饮水坚持不了那么长的时间，于是张骞决定先去西南边的大渊，请求大渊国王的帮助。一行人从塔里木河向西前进，经过库车、苏勒，翻过葱岭，终于在10几天后来到了大渊，经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。一路上，很多使者因为沙漠和荒原的恶劣环境而献出了生命，多亏唐一父善于涉猎野禽，总算没让全部人丢掉性命。大渊国王得知张骞等人的经历后，表示愿意把他们送到大月支。张骞很高兴，承诺回到汉朝后一定禀告汉武帝，回赠礼物和珠宝。大渊国王早就听说汉朝是个繁荣富强的国家，巴不得和汉朝交好，只是匈奴挡在中间，无法联系汉朝。
张骞的话无疑给大渊国王吃了一颗定心丸。不多久，大渊国就派了几名随从和翻译，带着张骞来到康居，经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。康居王接着派人把他们送到大月支。当张骞把汉武帝的想法和大月支的人们说了之后，竟然遭到了拒绝。原来大月支定居的这个地方水草丰美，物产丰富，离乌孙和匈奴都很远，安稳的生活让大月支人忘记了战争带来的痛苦。他们不想再失去领土，而且汉朝和大月支隔着很远的距离，匈奴说来就来，汉朝的军队却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到达。张骞不死心，他索性留在了大月支，试图说服大月支国王。眨眼间1年过去了，大月支王始终没有同意和汉朝联盟，张骞只好带着遗憾启程回朝。公元前128年，张骞从大月支离开，踏上回汉朝的路。为了防止再次被匈奴人抓住，张骞决定从塔里木盆地的南部穿过去，然后经过莎车、于阗经和田、鄯善经若强，来到羌人的领地。原以为这次一定能顺利回去，谁料到羌人的领地也被匈奴占领了。匈奴骑兵抓住了张骞和几名使者，一关又是1年。公元前126年，匈奴内部发生斗争，君臣单于去世了，他的弟弟左鲁厉王伊稚邪和太子于丹打了起来。张骞趁机带着谭姨父和妻儿逃了出来。这一次，他们终于回到了汉朝。张骞出使西域前后经历了13年，出去时带着100多人，回来时只剩下张骞和谭姨父。途中遇到了无数恶劣的环境，还被匈奴囚禁，其中的痛苦旁人如何感受得到？张骞没有完成汉武帝交给的任务，但他的行为给西域和汉朝带来巨大的影响。自古以来，西域就居住着众多少数民族，由于路途遥远，一直没能和中原建立联系。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，把汉朝的情况传播开来，使西域各国逐渐开始来往于中原。张骞回朝后，详细对汉武帝说明了西域各国的位置、特产、城市和路线，这对后来开发丝绸之路奠定了基础，也是第一份详细讲解西域地理风貌的资料。汉武帝见张骞带来有关西域的情况，就封张骞为太中大夫，封谭姨父为奉使君，还赐给他们很多财物。在大月支的时候，张骞曾经去过大夏国，从那里他得知蜀郡西南有一条路通往渊都，经印度，再继续走就能到达大夏。张骞便上书武帝，说自己愿意去打通这条西南一道。汉武帝给了他很多人马，张骞把他们分为4队，分别朝渊都出发。走到昆明的时候，当地人把张骞拦下来，说什么也不准他们从昆明经过。不管张骞怎么解释，当地人始终不肯放行。张骞只好返回长安，虽然没有开拓出新的西域路线，张骞一路上也收集了不少地方民情，总算有了些成果。后来张骞随大将军卫青攻打匈奴，立下战功，被封为博望侯，接着又和李广一起讨伐匈奴，却因为延误军期被贬为庶人。公元前119年，汉武帝为了联合乌孙打击匈奴，重新封张骞为中郎将，率领300人出使乌孙，并带去大量牲畜和生活用品。到达乌孙后，张骞分别让随从前往大月支、大渊、康居、大夏国等国家，传达汉武帝希望交好的意愿。各国纷纷派使者跟随张骞来到长安。公元前114年，张骞去世，西域各国听到这个消息后，都表示惋惜，因为西域人民对张骞很是尊重。后来的汉朝使者便借用博望侯的名号和西域各国来往。张骞出使西域，不仅开拓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，把西域的特产引进中原，丰富了中原人民的生活，还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。公元前117年，在经历了汉武帝时期3次大规模的打压战役后，匈奴势力大大减弱，不得已朝更北边的荒漠逃去。
为了保护自己的民族，匈奴决定和汉朝休战。汉武帝早就想让匈奴臣服自己，现在匈奴亲自前来讲和，当然是最好不过的。结果双方刚一谈判，汉武帝的怒火窜了上来。原来匈奴妄想汉朝每年给他们进贡粮食和金银珠宝，如果不答应的话，之前留在匈奴的汉朝使者将永远不能回到中原。汉武帝当然不可能答应，于是汉朝和匈奴的战争又持续了10多年。公元前100年，匈奴部落产生了新单于，汉武帝打算派遣使者出使匈奴，一方面祝贺新单于登基，另一方面想和匈奴商量停止两国之间的战争。汉武帝选中了中郎将苏武担任使者，于是苏武带着100多人和许多财物，浩浩荡荡朝荒漠前进。完成出使任务后，正当苏武准备启程回汉的时候，匈奴内部却发生了混乱，苏武等人也被匈奴暂时扣留下来。单于知道苏武是个忠臣，想让他永远留在匈奴，于是劝说苏武抛弃汉朝，苏武不肯，匈奴便许诺给他封官加爵，还赏赐了很多财物，都被苏武拒绝了。单于一怒之下把苏武关在一个露天的地洞里。北方的冬天特别冷，雪花大朵大朵的从天上飘下来，刺骨的寒风简直能化开人的肌肉，钻进骨髓里。为了让苏武归顺，单于还下令不给苏武提供任何食物和饮水。面对这样的残酷处境，苏武仍然坚持心中的信念，绝不向匈奴屈服。口渴的时候就抓一些鸡血来吃，饿了的话就从身上的羊毛袄子上扯些羊毛放进嘴里嚼着。地洞里没有可以遮挡寒风的东西，晚上只好裹着羊毛袄子，缩在角落里睡觉。即便如此，苏武始终没有向匈奴低头。好几天过去后，单于看到苏武奄奄一息的样子，心里更加敬佩他，也越发想把他留下来。单于先把苏武从地洞里放出来，然后给他一群羊，把他流放到北海经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地区去牧羊，以此来磨灭他的意志。单于告诉苏武，等到公羊生下来小羊，他就能回到自己的国家。苏武带着羊群来到荒凉的贝加尔湖，周围没有一户人居，而且苏武还发现这群羊全都是公羊，没有母羊，自然就不可能有小羊羔出生，更不要说公羊产羊羔了。单于就想让苏武陷入绝望的境地，打消回汉的念头。没有人来帮忙，单靠一个人的力量，绝对逃不出这个地方。苏武只好喝血水、抓野兔维持生命。每天在湖边放羊，手里紧紧拿着那根代表汉朝使者身份的使节，晚上就睡在羊群中间。一年又一年过去了，使节上的吊坠都磨破掉光了，苏武的头发和胡子也变白了，但他没有一天忘记自己是汉朝使者的这件事。他坚信总有一天能回到自己的国家。苏武在贝加尔湖一待就是19年，19年发生了很多事情。当初扣留苏武的匈奴单于去世了，他的儿子成了新的单于。汉朝的政局也发生了变化，汉武帝死了，汉昭帝继位。金单于登基后，立刻派人向汉朝和好。汉昭帝要求首先释放这些年被扣留在匈奴的使者。匈奴为了表示诚意，果真把关押的汉朝使者都放了出来。汉昭帝派了一位官员去匈奴迎接使者回朝。官员在众人之中没有看到苏武，便向新单于要人。单于说苏武已经死了，官员有些怀疑，但又没有证据说明单于在撒谎，只好不再问下去。就在官员和使者即将离开匈奴的一天晚上，一个曾被扣留的使者悄悄地买通了单于身边的侍从，终于得知苏武被流放在贝加尔湖放羊。使者连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官员，官员立刻找到单于，说汉昭帝不久前在上林苑打猎，天上突然飞来一只大雁，落在皇帝面前。大雁的脚上绑着一块布，上面写着苏武在贝加尔湖牧羊。
单于听了大吃一惊，没想到苏武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都能得到帮助，向外界求救，以为苏武的忠诚感动了天地，于是派人把苏武接了回来。众人看到白发苍苍的苏武，都忍不住哭了起来。公元前81年，苏武在出使匈奴19年后，终于回到了长安。他坚贞不屈的精神令汉昭帝感慨不已，昭帝赏赐了很多财物给他。第二年，上官桀、上官父子和上弘羊发动叛乱，企图谋反，被昭帝镇压。苏武的儿子也参与了叛乱，苏武因此被削去官职。昭帝驾崩后，苏武和朝中一些大臣拥护汉宣帝登基，随即被宣帝封为关内侯。公元前60年，苏武去世，他对国家的忠心永远值得后人纪念和学习。